大家好，我是曹伟东。今年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是呢，大家都看到现在这个中日的两国关系上呢出现了不少的麻烦。因为我们是希望借着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搞好两国的关系，但是呢，在6月份的香格里拉峰会上就是我们参加会的这个魏凤和部长呢，已经提出来就是改善两军关系、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些建议。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呢，他们参会的呢是他的防务相，是岸信夫。这个人呢，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的弟弟啊。那么他在会上呢，对我们中方提出来的这些倡议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观点。因为这个我们提出来了这些，就是增加互信要以史为鉴要向前看这些就建设性的意见之后呢，他们不以为然。他提出来了3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在给中国出难题，或者是在为美国帮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第一点提出来的就是说，本来是应该讲中日两军两国的关系因为当然日本是这个自卫队，但是它毕竟是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吧，那或者是说它是一种防卫的力量吧。那么他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那么俄罗斯的行为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这个中国应该予以谴责，应该对俄罗斯予以制裁那他的这个观点呢，完全是美国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对俄乌冲突呢是持有自己的观点就是希望俄乌呢不应该用军事手段解决矛盾，不应该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但是呢，我们对已经发生的这种军事冲突呢，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釜底抽薪，不能让战火延续下去，不能让战火升级。但是这个美国和北约是向乌克兰，也就是向一方提供武器装备，是火上浇油的而制裁另一方，就制裁俄罗斯，把俄罗斯的手脚给捆起来，让这个乌克兰去跟他斗，去跟他打。那这是美国和北约的方式，而日本是以这样的态度虽然它不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俄乌冲突的。但是你跟着美国跑，不能让中国也跟着美国跑。中国不是北约的成员国，中国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所以呢，对于日本提出来的要跟着美国跑，要制裁俄罗斯，那中国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了。那么第二点，他说中俄的轰炸机在日本的周边进行这种巡航，是对日本的威胁。那么我们提出来一点，美国的轰炸机也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周边进行这种巡航，那么这是不是威胁呢？既然美国的轰炸机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进行巡航，那中国和俄罗斯它的轰炸机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当然也要巡航。因为在日本有很多的美国的空军基地那既然如此，我们在巡航的过程中就要对这些美国的军事基地，对美军的这种行径进行警告，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你日本能够管住美国的轰炸机、美国的侦察机不在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周边进行这种侦察的行动，这种挑衅的行动的话，那我们中俄之间也可以协商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联合的军事演习、联合的巡航、联合的训练，也可以换一换航线对吧？我们也可以变换一下机型我们也可以换一下其他的方式但是美国的这种挑衅行动和这种威胁行动，包括日本的一些战机，有的时候也在我们周边进行活动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构成了威胁你想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战机都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内，这个是单方面的，或者是双重标准吧，你单方面的条件吧。那这样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既然不愿意这样，那中国和俄罗斯愿意这样吗？也不愿意所以你应该劝美国不要把轰炸机
开到你的邻居的周边，而不是说警告或者是抗议你的邻居对美国的行动做出了反制。那么第3点呢，他又提出来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呢，在日本的周边进行活动。中国的航空母舰编队进入了太平洋，在这个训练期间，改变了台湾岛就是这个周边的安全态势。那我们就说了，这个美国是秉持冷战思维，大国对抗的，它是让日本作为一个棋子儿，要把中俄的这个舰艇和飞机要锁在第一岛链以内，但是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那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不是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军舰和战机能够进入。那中国和俄罗斯作为面临太平洋的国家，当然有权利把自己的军舰、飞机开到太平洋里面去。当然，我们的这些行动不是要威胁谁，而是要保卫或者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航母编队进入太平洋现在还是少了，将来就是可能更频繁、更多，就是要打破你美国所谓划定的这个一岛链。那么我们再讲一点，就是中国的航空母舰在台湾岛的周边航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们在自己的领土的周边进行训练，进行这种演训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你日本也跟着美国在那吵吵，什么单方面的改变了台海的局势。请问，如果台当局或者台分裂势力不去叫嚣所谓的这个谋独或者是这个挟洋自重的话，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或者做出这样的举动吗？完全不会。所以日本所提的就是中国的航母进入太平洋，中国的航母在台湾岛的周边进行训练，单方面的打破了安全的局势，这个完全是跟着美国就是作为一个应声虫来就是发出的声音。其实你看他提的这3条，对于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想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这样去对待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那两国的关系那肯定就无法向前推进。我们说邻居无法选择，就是日本是中国的邻居，中国是日本的邻居，这个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两国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比如说岛屿主权争端的矛盾，比如说这个海上划界的矛盾。矛盾无法回避，我们也不回避矛盾，但是友谊可以培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探讨。如果日本单方面的跟着美国跑搞对抗的话，那这不是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的办法。我们应该就是认真的思考中日之间的关系，应该从本国的利益或地区的安全环境这个来出发。就是你这样做对日本有什么好处吗？对这个地区的稳定有什么好处吗？无非是在给美国当棋子儿使用嘛。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搞好中日之间的关系，还是应该从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因素来考虑，而不要作为另外一个国家的棋子儿或者帮凶来使用。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